一饼普洱老茶放在比较干燥、通风的环境，可能慢慢转出干净的沉香。可是放在比较湿热的地方，可能很快就出现大家说的老味。但问题是，转得快就一定比较好吗？欢迎来到茶学笔记。这一集我们先聊一个观念，普洱老茶不是比谁转得快，也不是闻起来越有老味就越好。真正要看的是转化有没有干净，喝起来是不是舒服。很多茶友买老茶时，常常听到这几个词：干仓、湿仓、自然仓。这三个到底要怎么理解呢？干仓通常是相对干燥、湿度通风转化比较慢的仓储环境，湿仓通常是温度湿度比较高、转化比较快的环境，自然仓则是比较接近当地自然气候，不一定全天候空调控制哦。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看到干仓就一定安心，也不是听到湿仓就觉得一定不能碰，对吧？对，其实重点不是干仓就一定好，湿仓就一定坏，而是那个仓储环境是否稳定、通风，有没有闷味、霉味或者是杂味。所以普洱老茶不能只看放了几年，还要看它是在什么环境下转化的。那很多人讲到湿仓，也会想到港仓。港仓是不是就等于湿仓，或者等于不好的仓啊？这个不能直接这样划等号。港仓比较像是茶圈对香港仓储脉络的一种称呼啦。香港气候本来就偏湿热，有些仓储确实会让茶转化比较快，但不同仓储的管理差异很大，所以不能只听到港仓两个字就判断好坏，还是要回到茶的本身，闻起来有没有霉味、闷味，入口是不是顺，尾韵是不是舒服。可是现在很多人买老茶，好像都追求干仓，这是为什么呢？干仓有它的优点，像是比较不容易出现高湿造成的霉味或闷味，但干仓也不是好老茶的保证哦。如果环境太干太冷，茶可能长时间停留在清爽香气为主的阶段，汤感没有跟着转出来，厚度也上不来。所以追求干仓的时候，也要看这饼茶有没有转得稳，喝起来有没有层次。那讲到时间跟环境，科学研究真的有办法看出储存时间和仓储条件会让普洱茶的香气和滋味改变吗？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数据呢？有的。2025年有一篇刊登在国际期刊《食品 Foods》的研究团队分析了储存年份从1年到10年的普洱生茶样品。这篇研究不是只靠人主观判断说这茶有老味，而是用意象层析、气象层析质谱等仪器去看茶里面的风味成分是怎么变化的。那风味成分到底怎么变化呢？研究大致看2类，一类是会影响茶汤滋味的成分，像是苦涩、甘甜、厚实感；另一类是会影响香气的成分，像清香、甜香、木质香、沉香。所以这篇不是只看香气，它有看滋味和汤感的变化。那这篇研究最值得注意的结果是什么？有几个重点。第一，它分析的是储存年份从1年到10年的普洱生茶样品。第二，样本全部来自同一个原料来源、同一个厂家，而且是同一个储存地点。这样变因就少很多了，对不对？对。第三，研究用仪器辨识出44个关键的香气化合物。了解，这就不是单纯的老味印象了，而是有成分数据可以对照。没错。第四，研究发现第3年和第8年是风味与香气变化比较明显的转折点。等一下，所以第3年和第8年是在提醒我们，普洱生茶的转化其实是有阶段性的，对吗？完全正确。研究指出，普洱生茶的风味不是直线前进，而是会分阶段变化。早期比较偏清香、甜香，后来才会逐渐出现木质香和沉香。那喝起来的滋味上呢？滋味上涩感会慢慢下降，喝起来比较甘甜，比较厚实，也比较不刮口。原来如此，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把干仓捧上天，也不是要把湿仓一棒打死，其实是想弄清楚老茶真正重要的是转得快还是转得稳。对，普洱茶的成化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它是原料、制成、温度、湿度、通风，还有微生物跟氧化一起作用出来的结果。同样放10年，不同仓储环境可能会走出完全不同的风味。
不过说真的，在茶圈里面，湿仓就一直很有争议。有些人喜欢它转得快，有老味，但有些人一听到湿仓就怕，担心是不是有霉味、闷湿味。这个又爱又怕的心理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湿热环境确实可能让某些转化发生的比较快，像是茶汤颜色可能比较快变深，刺激感也可能比较快下降，熟成的气息就比较早出现。听起来好像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对，不一定是坏事，可是转得快不代表好。如果环境控制不好，转化快反而可能变成闷湿、杂味，甚至出现霉味。那这时候喝到的就不是好的陈化了。没错，而是仓储时空留下来的痕迹。可是很多茶友会说，老茶本来就会有一种仓味，没有那个味道，好像就不像老茶了。这个观念要很小心。仓味这个词在茶圈确实蛮常听到的，但它不一定全是好的，也不一定全是坏的。所以仓味不是一听到就等于坏茶咯。对，有些仓味是长时间储存后留下来的陈化气息，但有些仓味其实是环境太湿、太闷留下来的不理想气味。这两种不能混在一起讲。也就是说，重点不是有没有仓味，而是这个味道能不能和茶汤融合，喝起来舒不舒服。没错，老茶可以有熟成风味，但不代表所有重味道都叫老茶味。那如果遇到哪些味道，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呢？如果闻起来闷、霉、刺鼻，喝起来锁喉，也就是喉咙卡卡的不舒服，甚至有腐败感，那就不能直接把它美化成老茶韵。所以老茶真的不是老味越重就越好。可是我想厘清一件事，有些茶保留清香、花香、甜香，听起来好像很干净，但如果一直停在新茶香气，是不是也代表成熟度还不够？对，清爽香气不是缺点，但老茶不能只看香气干不干净。如果茶汤没有变厚，入口没有变顺，那就代表转化可能还不够完整。所以重点不是干仓或湿仓哪个好，而是茶汤有没有成熟，喝起来舒不舒服。对，太干转化可能太慢，太湿转化可能太急。真正好的仓储是让茶慢慢从新茶香走向成熟风味，汤感变厚变顺，但又不失清爽不杂的尾韵。那有没有什么科学研究可以比较具体告诉我们湿度到底怎么影响普洱茶转化？有，2025年另一篇刊登在国际期刊进阶研究期刊 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的研究，不只是看房间湿度，而是看水活性 （Water Activity），简称 AW。这个 AW 是什么？AW 不是房间湿度，而是茶叶本身可被微生物利用的水分状态。也就是说，它更接近在看茶叶本身到底是太干还是太湿。所以它跟我们一般温湿度计看到的湿度是不一样的。对，研究团队在大约摄氏25度的控温茶仓里，以45%、60%、75%这3种稳定的相对湿度去储存1年，观察差别。那结果差在哪里呢？结果发现，在45%的相对湿度下，茶样 AW 大约是0.53；60%相对湿度下 ，AW 大约是0.61；75%相对湿度下 ，AW 大约是0.71。这代表外部环境越湿，茶叶本身的水活性也会跟着升高。那这些数字我们要怎么理解？研究指出 ，AW 0.60到0.70比较像是风味发展和微生物安全之间的平衡区间。可以说的白话一点吗？简单来说，相对湿度60%到70%左右，可以当成一般收藏的观察参考。但重点不是把湿度拉高，而是让茶保持适当的水分状态，可以慢慢转化，又不要长期处在太湿的环境。如果长期接近75%这种高湿环境，就要小心闷味、杂味的出现。所以重点不是追求某一个固定湿度，而是不要长期用高湿度去加速转化，对吗？对，这篇研究提醒我们，普洱茶不是越湿越好，也不是越干越安全。太干转化可能变慢，太湿又可能增加闷味、杂味的风险。
比较稳的做法是维持不闷不霉，又能慢慢转化的存放环境。了解。那普洱老茶到底在喝什么？不是越老越香就越好吗？普洱老茶更重要的其实是熟成风味和糖感。真正喝老茶，不只是闻香气，更要感受茶汤厚不厚，入口顺不顺，苦涩化不化得开，尾韵留不留得住。原来如此，所以老茶不是闻起来越有老味、越有苍味就越好，入口以后的表现其实更重要。没错，有些茶闻起来味道很重，但入口闷、喉咙卡、茶汤薄，就不一定是好老茶。真正值得喝的是香气和茶汤能融合，喝完舒服，尾韵干净。那茶友常说的生香呢？这个味道到底要怎么理解？茶友说的生香，我会把它理解成药香、木质香，还有干净沉香交织出来的一种综合印象。它不是单一成分，也不是所有老茶都一定会出现的标准香型。所以生香不是一个固定公式咯，不是说只要是老茶就一定要有生香。对，有些老熟茶、老仓茶确实有被形容出生香的例子，但不代表它是判断老茶品质的必要条件。那外面有一种讲法说，只有熟茶入湿仓才会有生香，这句话可以这样讲吗？我不会这样讲，生香跟茶的原料、发酵程度、存放时间和仓储环境都有关，绝对不能直接把生香等同于湿仓。这不代表只要入湿仓就会有生香，也不代表有生香就一定是湿仓。所以不能把生香当成湿仓的证明，也不能把它当成高级老茶的保证。对，生香还是要看它是不是舒服、不刺鼻，能不能跟茶汤融合。如果只是闷湿、刺鼻或喝起来卡喉咙，那就不要把它美化成生香了。这样讲就清楚了，生香可以是老茶迷人的风味之一，但不是所有老茶都一定要有，也不能拿来包装不好的仓味。对，最后还是要回到茶汤本身。老茶迷人的地方是时间把香气、滋味、汤感慢慢磨合起来，而不是单纯的味道变重。那回到食物问题，一般茶友自己收藏，是不是一定要开空调去控温控湿？没有空调就不能叫好仓嘛？不一定，自然仓也可以，但不是完全放着不管哦。要注意的是，不要长期高湿，不要闷煮不通风，也不要让茶一直吸附异味或者受潮变软，出现闷湿味。那一般收藏最简单的做法可以怎么做？第一，放一个温湿度计，先知道自己的环境。第二，潮湿季节如果湿度连续偏高，可以用除湿机，重点是让环境稳定。第三，尽量避光、避异味、离地，然后不要靠墙角。第四，纸箱、陶罐、紫砂罐都可以用，但不要完全闷死，也不要直接暴露在潮湿的空气中。第五，如果茶饼磨起来变软，包装纸有湿气感，闻起来闷，那就先移到干燥通风的地方观察。那如果我们今天是去买老茶，要怎么问才不会只被年份牵着走呢？你可以先问卖家3件事：原料和制成大概是什么状态？过去主要放在哪种仓储环境？现在喝起来闷不闷？杂味重不重？但最后最重要的还是要试喝。茶汤顺不顺，喉咙舒不舒服，喝完有没有不好的闷感，这些都比卖家说这茶放了几年更重要。今天帮大家整理一下重点。第一，普洱老茶不是转得越快越好，而是要转得稳，喝起来舒服。第二，干仓湿仓不是绝对的好坏，重点是有没有闷味、霉味或者杂味。第三，水分状态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安全。茶叶本身太干，转化可能变慢；太湿又可能增加不理想气味的风险。对，这2篇研究合在一起提醒我们，普洱茶在储存中确实会发生风味转折，但好的仓储不是把茶催快，而是要让它在稳定、不闷不霉的状态下有层次地慢慢转化。所以这一集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老茶不是转得越快越好，而是要转得稳，汤感厚滑，入口顺口，喝完舒服。你手上的老茶是干净的陈化，还是仓储留下来的味道？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经验，我们下次见。